现在我们看一下 Rust 的变量。什么是变量？变量是用于在程序中进行存储值，并将其绑定名称，它就像贴了标签的盒子。那么这个盒子里面存放的东西呢，就是数据。这个盒子上所贴的这个标签呢，它就是变量名。这样以后呢，我们去找这个盒子里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我只要根据标签名进行查找就可以了。那么在 Rust 里面呢，声明变量使用的是 let 这个关键字。在这段代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声明了两个变量，其中一个叫 name 的变量，一个是 id 的变量。name 变量是一个字符串变量， id 变量是一个整数变量，然后把它们两个的值打印出来。我们运行一下代码，看一下打印结果。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 Rust 中间，默认变量它是不可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我给这个盒子贴上标签，你里面就不能换这个东西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里面，首先我声明了一个 x 变量，然后把5复制给这个 x。这个时候呢，我运行 print Linux 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我将6再复制给 x 呢，这个时候我们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它会告诉你不能2次给这个不可变量 x 进行复制。那么在很多同学可能不明白，像在 Java 呀，或者是在 Python 里面呢，我只要声明了一个变量，那么我不仅可以给它一次复制，我可以甚至给它多次复制。而在 Rust 里面，那么为什么只能给它复制一次呢？而且第2次复制的时候就会报错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 Rust 的设计。如果你写了一个程序，里面有个变量叫 Total Price， 那么如果这个变量在运行的过程中被意外修改了，那么你的计算结果可能是全错的，而且你在调试代码的时候，你很难去跟踪的这个代码或者这个 Total Price， 那么它在哪里被修改掉了？这在金融和数据或者对于我们底层应用开发过程中这个安全性要求高的领域呢，它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怎么样才能去修改这个变量的值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叫 mut 的关键字。现在我们重新把代码修改一下，就是我在 x 的这个变量前增加了 mut 这个关键字。这个时候呢，我再将6复制给 x， 甚至我第3次将10复制给 x， 那么这个时候我代码编译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再进行报错了。mut 的意思呢，就是 mutable， 这样呢就可以告诉编译器我需要修改这个变量。我们介绍完了 Rust 里面如何声明变量，那么接着我们看一下 Rust 里面变量命名的一个规范。Rust 的变量命名呢有几个规则，就是我们使用 stackcase 小写字母加下划线。在 Rust 变量中呢，不能使用数字开头，我们也不能使用 Rust 的关键字来进行命名变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比较好的命名的例子，这种呢我们使用的就是小写字母加下划线，也没有使用数字开头，也没有使用 Rust 的关键字。不好的一些命名例子呢，就是这种以大写字母开头。虽然在 Rust 里面呢，它并不会报错，但是我们通常不推荐这么写。第二种呢，像这个 max 中划线这个 score 这个变量呢，它使用的是连字符，编译的时候它就会报错。第3个呢，这个变量是使用了数字开头，编译的时候它同样也会报错。然后第4个使用的是 let 这个关键字作为变量名，这里也是编译的时候会报错。为了方便我们在开发过程中能够更好识别出我们的变量，以及更好去区分变量，我们最好去遵循统一的这种变量命名的规则。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基本数据的一个类型。首先我们看整数类型，在 Rust 中 Rust 的整数类型有很多种，主要的区分是占用的字节数和是否有符号。那么有符号的整数，也就是说是可以表示复数的这种类型，比如这种 i8 的，它表示的是整数是8位的，它的范围是负的127到正的128。i16 呢，这种呢表示16位的整数，它的范围呢是负的32768到正的32767。i32 和 i64 则表示的整数范围更大。
iSaaS 这种呢类型呢，它跟系统的架构相关，它的取值范围取决于你的操作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随着操作系统而定。无符号的整数呢，像 U8 表示的是8位，它是没有负数的，它是表的范围是从0到255。U16 表示是无符号的16位，它是从0到65535。U32 和 U64 它们的取值范围则更大。usize 和上面的我们的 iSaaS 是一样，它也是跟着系统的架构来进行走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段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声明了一个 A 级的变量，这个变量的类型是 i32，i32 也就是说我可以为负值。score 这个变量呢是 i16，那么 count 这个值呢，它声明的就是无符号的整数，它这最大值只能是到255。population 这个变量呢，它是使用了一个下划线来分割大数，这里使用下划线来进行区分呢，主要是便于我们去阅读这个数字。然后这里定义的这个 index 呢，指明了这是一个 usize 的，它是用于做数组索引的。那么 offset 这个呢，它是指定了一个 isize 的，用来做复数的一个偏移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代码的一个运行情况。编译是没有错误的，它只是告诉了我们有没有使用的变量。那么我们 run 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运行结果，我们就将年龄、得分、基数以及人口进行打印出来了。我们看到的人口在打印的是不是就没有那个下划线了？ population 那个值带有下划线，只是方便于我们对于这个大数的阅读。那么什么时候使用什么类型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是 i32 的，这种呢是我们用的相对来比较多的。数组的索引呢，我们通常使用是 usize， 因为在数组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复数的，就索引数组索引之用我们是没有复数的啊。那字符编码时候呢，我们通常用的是 U8 的这个类型。对于大数，我们通常使用是 i64 或者是 U64 这种表示的数字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大范围的数字。现在我们看一下浮点数类型，浮点数就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带有小数点的数。在这段代码里面呢，我们定义了一个 price 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呢，我指定它是一个 float 32位的浮点数。对于 temperature 这个变量，我们给它定义的是 float 64位的。64位的浮点数呢，它表示的数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一个精确。那么32位和64位它的区别是什么呢？32位它的占用内存比较少，同样它的精度也就比较低。而 F64 这种64位的占用内存比较多，但是它的精确度却比较高。在日常情况下呢，我们通常推荐使用是 F64。如果你做这种就是嵌入式啊，或者是资源比较小的这种计算所开发呢，那你可以选择用 F32。因为现在普遍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机器的内存呢，相对是比较大的，除非你特别讲究它的性能和资源的使用。现在我们看一下布尔类型，布尔类型相对来说很简单，它只有两个值 ，true 和 false。我们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呢，可以显性的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例如 let is student， 然后冒号后面我们跟上它的类型，就是布尔类型，然后给它进行做赋值。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显性的去声明这个变量的类型，就像 let is running， 然后我直接给它赋值了 false。这个时候呢 Rust 会做类型推断，将 is running 这个类型推断为布尔类型。布尔类型呢，我们通常是用于做条件判断。比如这段代码，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布尔类型通常用于一个条件判断。那么在这段代码里面呢，我们就是让它判断年龄是否大于18。如果大于18，我们显示它是否成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字符类型。字符类型是用 char 来进行表示，它是用来存储单个的 Unicode 的字符，它可以存储单个字母、单个汉字，
甚至单个表情符号。在其他语言里面，你可能不能单独的将表情符号复制给变量，但是在 Rust 里面是可以的。Rust 里面表示 char 类型的这种字符呢，我们需要给它用单引号进行引起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字符我们需要用单引号进行包围，而字符串我们需要使用双引号进行包围。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的运行结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ust 中的类型推断和显示标注。Rust 的编译器是很聪明的，它可以自动推断出变量的一个类型。像这里的 x， 它可以 Rust 编译器可以推断为它为 RI32的，但是 y 的变量它就可以推断它是 F64的。z 它就可以推断为布尔类型的。name 这个变量它就会把它推断为字符串切片类型。但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显示的指定这种类型呢，我们就需要在变量的后面加上冒号，然后加上这个类型，明确指定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显示标注呢？就是当编译器无法进行推断时，或者是当你需要特定的类型时，以及当你想要提高我们代码的可读性时，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做一个显示的一个标注。我们看一下实例代码的一个运行结果。现在我们看一下类型转换，无论是在 Python 或者在 C 或者在 C++ 等等其他语言里面呢，通常都会遇到一个类型转换。同样在 Rust 里面也会遇到一个类型转换，但是 Rust 的特点呢，它不会自动的进行转换类型，需要我们进行显示的转换。那么我们该怎么进行显示转换呢？就是利用 as 这个关键字。这里我们先声明了一个 a 变量 ，a 变量类型呢是 i32位的，对吧？这一个整形的。那么 b 我们声明的是一个 float 64位的，这是我们把 a 这个变量值呢复制给 b。由于 a 是 i32的，如果我们直接复制，它会报错。那么我们需要把它进行做一个转换，显示的指定它转换为 F64，然后进行做复制。在 Rust 的开发过程中，我们通常遇到这几种常用的转换，就是把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或者是把浮点数转换成整数，但是这里会丢失小数部分。还有就是把数字转换为字符串。我们看一下实例代码的运行结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运算符。Rust 的运算符呢，和我们在 Python 啊，或者是 C 啊，或者 C++ 以及 Java 里面的运算符差不多。像这种加、减、乘、除、取，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情况下，就是整数的除法会截断小数部分，就是像这里的10除以3，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呢是3，结果不带有小数，这是 Rust 的按整数的除法来进行计算的。还有就是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这里呢 Rust 里面也有像等于、不等于、小于、大于、小于等于以及大于等于，和其他语言基本上差不多，可能不等于与其他语言稍微有的差别，有的是一个大于号，一个小于号，这里是一个感叹号和等号。我们来看一下实例代码的运行情况。逻辑运算符这里呢，也是一个与或非的一个情况。这里的与呢是使用的2个 and 符号，或使用的是2个竖线，非使用的是一个感叹号来进行表示非的一个逻辑运算。我们来看一下逻辑运算这段实例代码的运行结果。
Rust 里面的赋值运算符呢，最简单通常变量里面我们是通过等号来进行赋值的。我们声明了这一个可变的变量 x， 然后把10赋值给它。那么在 x 加等于5，我把 x 和5先相加，然后再赋值给 x。同理 ，x 减等于3，这个呢同理是等于的 x 先和3进行相减，然后再把结果赋值给 x。x 星乘一个 x 星等号2，这里呢是等同于 x 先和2相乘，乘的结果再赋值给 x，x 除以等于4，这个就等同于呢是 x 除以4，然后把结果赋值给 x。